一说到山楂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它很酸。其实山楂呢是一种很有营养的水果，山楂中富含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以及黄酮类物质，具有健脾养胃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如果将山楂和两物一起煮水喝，对身体大有益处。山楂和核桃。核桃是一种坚果，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，有补肾养血、润肠通便、补脑健脑的功效。将核桃和山楂一起煮水喝，能更好的滋补肾脏、养护血管，对中老年人有很大好处。山楂和陈皮。俗话说1两陈皮1两金，陈皮药用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香精油和维生素 C， 具有燥湿健脾、润肺止咳的功效。而山楂呢，有活血化瘀、养肝去脂的作用，所以山楂和陈皮一起泡水喝，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和脾胃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虽然山楂呢好处多，但是有胃肠疾病还有孕妇呢是不适合吃的，大家要。话说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重点说一下晚餐。晚餐如果吃的不对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，甚至影响寿命。若你能养成3个好习惯，有利于健康长寿，不发胖哦。第一个，晚餐吃得早一点。晚餐吃得太晚，不利于食物消化，影响睡眠和肠胃健康。那建议大家晚餐尽量和睡觉之间至少隔3个小时，这样更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第二个，晚餐荤素搭配。晚餐要保持营养均衡，吃得太丰富或者是太素，对身体呢都不好，所以要荤素搭配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三个，晚餐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那现在的人晚上饭局都比较多，经常会喝酒吃烧烤火锅之类的。那这类辛辣刺激的食物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，而且呢也没有营养。经常吃对健康不好，所以要尽量少吃才行哦。经常说养肝，其实就是滋肝阴、养肝血。那很多人会有晚上睡不着、半夜总做梦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就是肝血不足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常吃2样食物，帮你补足肝血。黑芝麻。黑芝麻大家都熟知，是很养人的。黑芝麻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卵磷脂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那经常吃一些，有很好的滋补肝肾、养肝血的作用。建议大家可以将黑芝麻磨成粉，这样会更好吸收一点。枸杞。枸杞是很好的食物，其味甘性平，有疏肝理气、补肝阴、养肝血的作用。那经常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肝护肝，促进睡眠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哦。这2天我在地铁站经过一个老奶奶身边，发现她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。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年臭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当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呢会分泌出一种叫臭味醛的物质，它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分泌呢也会增加。尤其是抽烟喝酒、大鱼大肉的粗老爷们儿，可能呢30-40岁就会有老年臭了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能做好2件事，或许能够避免哦。首先呢，要多注意个人卫生，勤换衣物，平时多洗澡。其次就是要减少抽烟喝酒，可以多喝水，注意补充体内的水分，这样都能够缓解老年臭的情况哦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感觉嘴里苦苦的，还臭臭的，有的刷完牙就会有所缓解，但如果刷完牙还是没有缓解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和3种疾病有关。第一，胃火旺。如果高蛋白、高脂肪的食物吃多了，堆积在肠胃不能够消化，那么就容易引起胃火。胃火旺的人就会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，并且伴有烧心、胃胀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蒲公英泡水喝。第二，肠道堵塞了。如果肠道堵塞，也会使人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有便秘、色斑等症状。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多的食物。第三，肝火旺。除了胃火旺，肝火旺也会引起口苦口臭，同时呢还可能伴有眼睛干涩、失眠多梦、脾气暴躁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常喝菊花茶，有助驱肝火。今天我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，是这样式的：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干啥去？种地去啊。
不去种地不行啊？不去种地怎么养你呀？医生说了，你胃不好，得吃软饭。有道理啊。哎，木子想说呀，还是别吃软饭了，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山药啊，表面有一层滑溜溜、黏糊糊的东西，那这种物质啊，就是多糖，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山药可以帮助养护肠胃。蜂蜜，那胃不好呢，可以经常用蜂蜜泡水喝。蜂蜜中有果胶、维生素 B， 能够润肠通便，加快肠胃蠕动，对改善消化不良、修复胃部健康有很大帮助。那这2种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有幽门螺杆菌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：胃胀、胃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胃胀、胃痛，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。因为胃黏膜受损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剧烈疼痛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表现2：口臭。如果不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大家就要注意，很可能是胃部出现了幽门螺杆菌，从而引起胃部疾病，比如胃炎、肠胃炎、胃溃疡等等，大家最好及时进行调理。表现3：经常反酸、食欲不振。如果胃部感染幽门螺杆菌，很容易造成胃炎、胃溃疡等胃部疾病。如果胃黏膜受到损伤，那么也容易影响到胃酸的分泌，使人出现反酸、食欲不振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3种症状，就要小心了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，可以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少抽烟喝酒，少吃辛辣生冷的东西，还有要注意饮食规律，这样才能保护和改善肠胃健康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口臭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胃火旺盛引起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降胃火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穴位，没事的时候按一按，帮你消灭胃火。这个穴位就是手上的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心，将手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，属于手厥阴心包经，与心经和胃经相连。那经常按摩有健脾养胃、清热降火、去寒邪的作用。对养心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按揉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如果能每天坚持按摩，对降胃火、缓解口气有一定帮助，大家可以试。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如果着火了，可以用灭火器或者是打火警。那如果身体上火了呢？难道还能用灭火器吗？其实我们5脏都各自有火，也会有一些上火的信号。比如肝火，眼睛会干涩，嘴巴会发苦，或者有头痛、耳鸣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经常的喝菊花茶，可以清肝火、散风热，有很好的降火效果。那胃火会有口臭、便秘、舌苔厚腻、牙龈肿痛的情况，灭胃火可以经常喝绿豆粥，有清热解毒、清胃火的作用。那肾火夜里会盗汗，总腰酸背痛，而且常常失眠。那想要改善就要多注意饮食，注意休息，多运动。还有肺火，手脚心总容易出汗，总是咽喉干痛，还经常咳嗽。那这个时候可以多吃梨、银耳，还有多喝水。最后就是心火了，很容易长口疮，经常胸口发闷、失眠、便秘等。可以多吃荸荠，荸荠可以养心血、清心火，能炒菜也能够捣成汁儿喝。带疼痛、膝关节受损，对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连走路都不敢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帮助改善膝关节损伤。首先找一把比臀部稍微低一点的椅子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双脚交叉，重心向前移，靠大腿和小腿的力量慢慢的往起站。注意身体的重量不要都压在腿上，不然容易伤害到膝盖。这样起来5秒后再慢慢坐下，这样反复做20次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大小腿的力量，促进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修复膝关节，对改善膝盖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不过要注意，要多坚持运动才会有效果。
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还可以适当的拉伸一下腿部，以免给膝盖造成损伤。膝关节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避免长时间走路，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还有控制好体重，这样对保护膝盖才有帮助。不知道上面这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